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很多朋友早餐都喜欢吃的酒酿米糕，它和发糕的做法还不一样，这种就叫做水塔糕。今天和你们分享一个适合在家里面做的一个方法，蒸出来的口感是软糯弹牙，主要食材也只有大米和酒酿。我手上拿的这个酒酿是去菜市场买的那种散装的，就是一定要去买这种散装的才可以，超市那种罐装的话呢可能就不太好。我们只需要用到里面的这种甜酒汁，我们要首先做一个老酵，因为我们这个不是用酵母发出来的，口感是不一样的。容器就用家里面这种可以密封的盒子罐子都可以，只要清洗干净晾干就行了。直接就用家里面喝汤的小汤勺，应该都有，挖个6勺的酒汁进去到容器里面。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大米粉，去超市找的话呢就要找粘米粉，它写的不是大米粉，一般都会放在糯米粉的旁边。就用刚刚挖甜酒汁的汤勺挖3勺的大米粉放进去，和甜酒汁搅拌均匀，浓稠度就和我们平常喝的那种比较稀一点酸奶差不多。接下来盖紧盖子，就这样放着，室温发酵12个小时以上。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这种气泡了，基本上里面是已经发酵了的。打开盖子，里面是有气体出来的。我这个状态是发酵了1天1夜，就是第2天我才来管它，它这种气泡是比较充足的。打开看到是这种发酵状态，就可以拿来用了。但对于我的是有点少，所以第2天我是加了2勺的大米粉和2勺清水，再次放进去搅拌均匀，就是放到冰箱去冷藏发酵了1天。第3天我拿出来的时候是放到室温下面回温了一下，大概30分钟。打开盖子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气孔它是涌上来的，就它这种活性是很强的了。这种就是我们用来做酒酿米糕，也就是水塔糕的老窖。搞定了它就可以拿来做水塔糕米糕了。我们要先准备100毫升的甜酒汁，再加入300毫升的清水，就是一起是400毫升，倒进大碗中。接下来的甜度就是80到100克的白糖，这个甜度是适中的，如果你放50克的白糖，基本上蒸出来是没有什么甜味的了。我们先要把白糖搅拌到完全融化，就是没有那种颗粒感了。再把我们之前发酵好的老窖倒出来，这里是100克，大米粉就是450克，把这几种全部混合在一起，多搅拌一会儿，一定要把这种大米粉搅拌到完全没有粉疙瘩，特别细腻，有点像酸奶的状态。盖上保鲜膜密封，你放到冰箱去冷藏发酵1个晚上，因为它这种老窖发酵起来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一般都需要6到12个小时。你像第2天拿出来是这种状态，然后需要加入1到2克的小苏打。接下来就是给它搅拌排气，一定要多搅一会儿，3到5分钟完全可以，把里面的大气孔完全排掉，特别细腻。提起来的米浆是有一点纹路的，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是拿什么蒸了，像这种蛋挞的锡纸盒，或者是烤布丁的这种稍微的深一点的都可以。如果这2种都没有，那就是家里面的这种不锈钢的平底盘也可以哦。就是你在底部要抹上一点点食用油，用厨房纸给它擦干净，然后倒上我们的米浆，不要倒多了，一个平底就可以了。然后锡纸盒也是一样的，不用挤得太多，我们做的是细腻的水塔糕，不是发糕。接下来这个发酵时间要控制在20到25分钟，你可以看到表面有一点这种小气孔，体积也是可以看到长起来一点点了，这个状态就可以了哈，不用发的太高了，太高里面的气孔完全就是比较大的了，不够细腻了，你吃起来口感就有一点像我们之前做的发糕了。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水开，放上去，开成中火蒸上28分钟。蒸好后我们需要关火焖上5分钟，再揭开盖子，可以看到完美的水塔糕，也就是我们的酒酿米糕就蒸好了。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，所以2次发酵时间我需要啰嗦一句，就是如果你温度高你就缩短一下时间，温度低你就稍微的延长一下。具体的话呢就是看它的状态，表面有一点小气孔，然后涨幅度有一点点起来了，就可以上锅蒸了。出锅趁表面还有一点粘度，你就撒上一点干桂花或者是黑白芝麻蒸香，稍微的掰扯一下边缘，就可以轻松的脱下来了。这样一个小小的水塔糕就做好了，这种小朋友吃就会特别方便。我们自己如果没有那种模具，就用这种平底锅蒸出来也是一样的，掰一下边缘，轻轻松松拿起来。切的话呢，你一定要稍微等它冷却一点再去切，直接一刀剁下去，它
它这种是软糯弹的，你就千万不能磨叽，不要来来回回的拉扯。像这样一个平底盘的话呢，如果你不用模去做，是可以出2个出来的，然后你剁成这种小块，放到冰箱去冷冻，1周2周的早餐不就搞定了吗？非常的简单。看一下这个横切面，这个就和外面卖的一模一样了，就是这么软糯弹，纯大米的，没有添加什么淀粉。这个如果学会了，你是可以拿去摆摊的，没有关系的。因为这种的话呢，只是费一点发酵时间，其他的不费体力。然后模具也给大家试过很多了，像这种烤布丁的锡纸盒也可以，这种冰块的啊、棒棒糖的就算了，因为它虽然可以蒸出来，但是很难脱模。这个视频也是我做的比较长的一个视频了，大概快7分钟了。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不是用纯大米磨出来的米浆，不正宗。但我想说，并不是每一个家庭它都是可以有那种把米浆磨得特别细腻的机器，因为它这种如果米浆磨得不够细，是蒸不出这种口感的。也不希望大家就是做一样美食就去买一样工具，我觉得会增加一个厨房的负担，还有自己的负担。这种的话呢，就是精简的一个美食，它虽然软糯弹，但是咬下去是不粘牙的，就是很香，很好吃。就这个只需要把老酵发酵好就可以了，就是老酵你一次性用不完，你就放到冰箱，每天就加一点大米粉和清水搅拌均匀，让它去发酵，可以持续使用。对于经常做美食、面包、欧包的朋友，这点就不陌生了。还是那一句话，如果你也想吃或者是喜欢的话呢，可以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，在家里面去尝试一下。我是夏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